好，我是九哥。我们来先看一段视频。我好像真的找不到工作了。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心里话。在我失业这1个月以来，我每天都在投简历。boss 前程无忧，我每天都投几十家，甚至还花60多块钱开了个会员，每天刷新我的简历，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用处，全部都石沉大海，要么是已读不回，要么是根本就看不到消息，我完全都不知道怎么办。虽然我每天表面上嘻嘻哈哈的，但是其实我很害怕失业这件事情。我怕年前找不到工作，那过年回家该怎么办呢？但是我更怕年后也找不到工作。如果年后大环境依然不好，我还是找不到工作，那我该咋办呢？我就是觉得我不甘心呐，寒窗苦读10几年，难道最后的结局就是失业吗？我感觉那些我引以为傲的曾经，现在这一刻显得多么可笑，我居然都找不到工作。今天我想聊一聊是关于现在中国内地就业到底是有多夸张啊，这个失业率呢到底是有多高。那在6月8号呢，高考刚结束啊，据这个官方公布信息呢，今年高考人数是有1300万人的。现在网上是这么流传一句话的，说毕业是等于失业。那在2024年的失业潮里面呢，可能比你想象中的更可怕了。首先，企业们为了节约成本，纷纷缩减人员，有的企业直接砍掉了高达70%的员工。这样一来，劳动力市场上就会出现大量的求职者，但是呢，相应的工作机会就会越来越少了，直接导致这个供需失衡。其次呢，从去年7月份就开始了，国家就不再公布这个青年失业率的数据了。官方解释是因为有很多年轻人现在从事的是灵活就业了，然而事实真相呢十分显然。街头卖东西的年轻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。举个例子，在广州我所居住的片区一条100米左右的长度的一个街道上，至少是有10个摆摊的，有卖这个烤串的呀，有卖炒饭等等这些夜宵的。由于成本较低也许是暂时找不到工作，或者是因为只能用这种方式去维持这个生计，所以这些现象呢都是盘整了。中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高。我们普通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控制自己的消费开支，在必要的日常消费外呢，不要再过度去挥霍了，尽量为自己留一些积蓄。但是我们也许需要深思考虑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普通人有没有其他的选择？昨天看到网上有一位97年的奶爸在网上痛哭，他真的是痛哭。首先他最近失业了，就是在家里面这个地位呢瞬间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第二个呢，他们家全家的这个支出都是指望他一个人的，也就是说他要还房贷、还车贷，还得养娃。但是呢，他老婆不工作，就全家这个支出呢都是指望他一个人的，所以他现在的压力重大。然后呢，他是由于这个本科生，就是本科毕业的，就代表着正常理解的逻辑思维你得有一份比较体面的、好的、高收入的一份工作。但事实呢，他失业了，然后面临了这么大的经济压力，所以他非常的痛苦。同时呢，他还被他们村里面的人嘲笑，很多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他，说他现在工作不务正业，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他为了有一份高的收入呢，出去送外卖，出去开滴滴，一天工作打工时间是要10几个小时的，然后还要被村里面的人嘲笑，居然把这些话都传到他爸爸的耳朵里面了，就是让他感到非常的羞耻，让他感觉到对不起家人，让爹妈都丢脸了。他的家庭经济支出的话，开支还是很大的，他有这个房贷呀、车贷呀，还有孩子的奶粉钱再加上家里面就是日常生活开支这些嘛，一个月下来上上下下也接近要1万块钱的支出的。
他也只能不断的去做一些兼职啊、打零工，去挣更多的所谓的快钱。但是呢，这样子又很内耗，很累。首先呢，就是身体累，精神上面压力很大。第三方面，他感觉到他的家人不理解，可能妻子或者父母啊对他这个状态，他感受到了来自家里人的不理解，感受到了整个人很崩溃，已经哭了好几次了。一个大男人发视频已经哭了好几次哦。现在这个市场到底是有多么困难，也就是有多少人失业的这个状态，或者是正在找工作的一个状态，以及处于送外卖啊、开滴滴等过度的这个状态。第二个，你长时间从事这个劳动密集型的工作，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职业发展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生活的压力，所以他只能暂时的这么选择以及去过渡。然后他还疯狂的吐槽了好几次，他就是说为什么要结婚，为什么要生小孩。他说以我现在这么拼命的挣钱啊，这个速度和能力，如果说没有家庭没有小孩，他可以存下很多钱。但是由于现在要还房贷，要养小孩，还要照顾家庭，他真的是入不敷出了。他表述了这个很不幸的一个状态。但是目前是无解的，而且作为社会底层的我们普通老百姓啊，以及像他这种已经考上本科毕业的这种所谓的知识分子吧，他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或者父母认为的理解的。农村人理解的认为就是这种好的工作，如果说你没有得到没有获得，那么就会被人指指点点，会说闲话的。但是现在的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啊，以及现实告诉我们，可能本科生也好，未来的研究生也好，真的学历这件事情，不见得一定是让你能够在社会立足了和赚到很多很多钱，找到一份好的工作、体面的工作最基本的标准和要求了。可能这个观念在被颠覆吧，但是父母那一辈人以及来自于农村的这些先亲们呢，他们不是这么认为的。他们固有的认知和思维呢，可能还是停留在他们认为的、认可的那个年代，所以你当下没有达到他的期望值的话，那么他们就会说一些比较难听的话，或者背后再指指点点说点你什么的，这就导致他们这种读书人、文化人啊，内心就会感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，自我怀疑的同时呢，也感受到非常的羞愧，对不起父母，感觉自己好像一事无成的同时呢，还给家人带来了不好的这个影响，就感觉给人家丢脸了。那谁不争气呢？那谁不想有一份好的工作呢？体面的工作呢？而且收入高的工作谁不想，是吧？我就想问，这谁不想？但是由于内卷，现在由于教育的完全普及化了，我可以说真的是完全普及化了。现在的高中生，只要你的学习成绩没有那么的差，没有极端的差，正常来说你都能够上一个大学，大专也好，本科也好，或者更好的学校，至少你都能够通过这个高考去获取你想要的大学生活。正常来说几乎没有筛选了，由于大学的扩张啊，由这个教育的普及，所以说这个根本就不能体现出现在社会职场对所谓的学历啊、本科啊这些要求的这个价值属性的体现了。但是作为农村人或者是父母那一辈人，他们就认为我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你，到大学毕业你就得拿高工资，你月薪不到1万块钱，似乎就对不起父母这么多年的辛苦培养了。但是当下的社会是否认可这件事情呢？或者你是否能够获得高薪体面的工作，以及你想要未来的人生生活，大多数人还是比较难的，很难去实现。但是父母辈他们的观念不会改变，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去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的，所以这种属于来自父母辈的或者是农村思想的强迫的压力，在年轻人身上真的是也是非常的痛苦的。因为不被理解，他本身已经很难了，但他还不被理解，
还被谩骂，还被指指点点，受到这种来自于精神和肉体双重打击，甚至心灵上的，所以一个大男人狂哭，真的让人挺心疼的。如果是真的那么难了，可能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放下自己维持不了的东西。对于目前整个社会经济情况，大家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